嗨，我是 J，我是 J。你今天拿了水果来？你怎么会带水果？你等一下吃水果吗？因为我刚刚去拜祖先，准备了水果，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有水果可以吃好哦。哦。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超心理学专家 J 来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清朝台湾四大奇案的守娘献礼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网络资料。清末时期，在台湾府城，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有位妇人陈守娘，她的丈夫意外往生后，守娘发誓守节不嫁。你知道吗？在汉人的文化里，先生往生后的寡妇，如果都没有在交男朋友或者是在嫁人的话，就会有人帮她立所谓的贞节牌坊。而且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贞节牌坊这样的古迹哦。原来守寡在古代是这么的伟大，古代的女子真的了不起。对。那回到我们的故事，当时灵寿的妹妹，也就是守娘的小姑，她从事卖身的工作，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性工作者。她有一位恩客在衙门当募兵，而募兵指的就是师爷，相当于现在的官员特助。这位募兵到小姑家里交易时，看到守娘长相美貌，而开始起了色心。就以高价诱惑守娘的婆婆和小姑，想要玷污守娘。守娘的婆婆与小姑因为贪图这位募兵的钱财，就将守娘拖进房门，并且扯其衣物，强压守娘要她被募兵侵犯。守娘宁死不屈，最后竟然被婆婆还有小姑杀害。往生后，守娘的弟弟来帮她办理后事，追查真相后愤而报官，当地的乡民们也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协助守娘的弟弟来埋葬，并且立碑供奉他。当时的县令包容募兵，想要摆平此事，却遭到愤怒的乡民们群体抗议，包围县府，并且投掷石头砸毁了县令的轿子。太生气了。对啊，县令仓皇逃跑事件越闹越大，震惊了当时台湾最高层的府道衙门。最后，守娘的婆婆和小姑被判处死刑，但是募兵却无罪，并且逃回福建。可是离奇的是，这件事发生不久后，逃回福建的募兵却离奇惨死。而且在这个同时，台湾府城开始传出在夜晚有一位白衣女子出现的消息，还有小贩遇到一位白衣女子来购买她的商品后，她所得到的银钱都变成冥纸这样的灵异事件。而且衙门到了半夜后，物品还会自己移动，而且现场甚至还有被破坏砸毁的情况。当时的府城到处鸡犬不宁，夜半凄凉叫声不绝于耳，衙门只好找理由搬迁。但是当地的乡民都认为这就是守娘献礼，于是蜂拥而至去祭拜守娘。由于她的香火太旺，官府认为有蛊惑乡民的嫌疑，居然破坏乡民们帮守娘建立的碑。但是守娘的灵异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平息。于是，当地的士绅们就请出了永华宫的广泽珠毛和德化堂的观音大士出面调停，守娘终于愿意接受停止这一切的灵扰事件。不过，她有2个条件：第一个，不去追究守娘当时的灵扰事件；第二，是要帮她的神主牌迁入官方的节孝祠。这2个条件同意后，守娘的事件才真正的平息。现在，在台南孔庙的节孝祠中，仍然可以看到守娘的牌位。J老师，为什么守娘这么在意要帮他把他的神主牌位迁入官方的节孝祠当中呢？记得刚刚故事一开始就有提到嘛，就是守娘的先生过世之后，守娘就有这个心愿，想要为先生守节。
那守节这一件事呢，是他的愿望，他的这个心愿呢，当他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他是感到痛苦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婆婆跟小姑去破坏他的这个愿望。所以当神明愿意出来调停这件事，并且愿意将他的神主牌迁入孔庙的节孝祠时呢，等于神明帮他认证为贞节牌坊。那我去阿嬷家拜祖先也是有看到祖先牌位，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神主牌吗？其实你说的神主牌跟祖先牌位，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是祖先牌位是指很多位的祖先，然后神主牌是指一个个人往生的神主牌。汉人的文化里面认为人往生之后需要依附在像神主牌这样的物件里面，免得变成孤魂野鬼。了解了。哇，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鬼魂真的可以产生这样的灵异事件吗？当然可以呀，但是要看它的意念有多深。那意念越强大，它的力量就会越大。所以以这个故事来说，守娘呢在生前遭受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小姑的那个凌虐，那痛苦的感受一定很深。所以再加上她原本就想要守节的这个愿望被破坏，一定很生气。那这样一位鬼魂就可以让整个府城都发生这么多的灵异事件吗？其实一位鬼魂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整个府城都有这种现象，所以需要很多的鬼魂一起来协助。刚刚不是有提到吗？在守娘往生之后，乡民们来帮助他去埋葬他，帮他立碑，还祭祀他，代表守娘生前一定是人缘很好，而且乡民们也很同情他的遭遇，所以往生后其他鬼魂看不下去，也愿意来帮忙。所以鬼魂他们也会互相帮忙。当然鬼魂就是人死后变的嘛，所以生前是什么个性，往生后就是那样的个性。所以我们就要多结交朋友，广结善缘，这样即便往生后也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忙咯。对，当然啦，所以我们平常就要多做善事去帮助他人，那也可以多交朋友，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哪一天会需要一些朋友，所以这些乡民们活着有正义感，往生后也是有正义感。没错，这就是乡民的正义。对，这个故事里面也提到，士绅们为了协助守娘，去请求广泽尊王与观音大士出来调停，所以这两位神明还能帮忙调解这些纠纷吗？当然可以，神明本来就有能力帮忙处理这些事情，而且他们也是各司其职。因为这个当地发生这些事，他们就会这些士绅们就请在地的神明出来帮忙，所以这两位他们就会愿意出来协助。可是神明要协助的话，大概有2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会查明事情的前因后果。那第二呢，就是他要看这一位需要被帮助的鬼魂，他生前的福报，然后才能够决定是否被帮助。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平常除了要多交朋友外，还要多做善事，累积阴德，以备不时之需哦。当然啦，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就散发满满的正能量。那好，我现在有事要离开了。你要急着去哪里？我要赶快去捐血做善事。这边也鼓励大家，我们现在血库缺血，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善事哦。一起来帮忙。好，那就先这样喽，拜拜，拜拜。他的先生林寿过世后意外往生后，守娘发誓守节不复。守节不复是什么？守娘